苏伟在问啊，这个东西好像还不是很清楚，就是含胸拔背，含胸就拔背了，所以含胸拔背是同时完成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含胸就拔背了？我们看哈，这个并胸廓是这个样子的，你从侧面看，胸廓是这个样子的吗？它后面是什么？后面是接到我们的胸椎，是吧？好，这个是胸廓，所以你从侧面看，它的重量是不是全都在胸？所以当我们这个落下去了以后，后面接到肋骨接到胸椎的地方，它就什么？它就张开，它就把胸椎往上推了。这样不懂？啊？所以它落下去，它是它怎么落？当我们胸廓是你挺起来是这个样子嘛？是不是？你落下去的时候，它落下去是这样落的，是吧？它落下去是这样落，所以当我们这样落下去了以后，你看你感觉一下，你后面它连接到胸椎的地方，它就开了。你看啊，这个时候他这画的一般的人，这个胸椎是往后凸的嘛。当它开了以后，这个胸椎就从这个状态变成这个状态了。这样不懂？啊？这样不懂？这个就叫做含胸拔背啊。前面这里让它往下掉。很简单，因为它们是一体的。它们是一体的嘛。这个肋骨是不是接到后面的胸椎？对。是不是？对。当你这个落下来了以后，你的后面这边是不是开？是不是变成它往上开了？它必须要撑住啊。因为它往下嘛。对，它就要往上啊。它往下嘛，所以这个肋骨它是不是往下？对。这一端往下，这一端是不是就往上？对，没有错。对。它就那一端就往上嘛，就把胸椎往上推了嘛。所以你的胸廓落下去的时候，胸椎自然往上推直了，推起来。这个就叫做含胸拔背啊。含胸就是这里掉下去。含胸对啊，那它为什么是含？因为它落下去，它不是这样落，它落下去是这样落。这样不懂？因为它的形状是那样的形状嘛。你看它形状是这个样子的嘛。它如果上面大，下面小，它落下去就是这样落。可是它不是啊，它是下面重，上面轻啊。所以它落下去是这边为主啊，这边在主导啊。所以它落下去是这样落嘛。它落下去是这样，你后面就啪就起来了嘛。你们要体会，你去做一个简单，你去做一个深呼吸，胸廓的深呼吸哦。你做深呼吸，你感觉到你的胸椎开了。你先要做出这样子的深呼吸来。你做深呼吸，先不要起来。把胸廓吸到满。胸廓吸到满，什么叫满？就是你的肋骨要开。一般呼吸的不够满，你的肺在里面，只是这样子，它没有影响到胸廓，没有影响到肋骨。做一个满的深呼吸，它会影响到肋骨会开。你肋骨如果开大，后面接到胸椎的地方，它就会开。你去感觉一下，你做一个这样的深呼吸，你的胸椎就开了。有体会吗？是不是这样子？好，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做什么？你深呼吸。胸椎开了，它是不是就直了？好，你吐气，让后面不要落，让前面落。吐气让前面落，后面不要落哦。吐气，你感觉到后面它更拔了，有体会到吗？有体会到吗？
就是这个嘛。所以等于我们随时的状态就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你如果是你习惯，如果是我讲嘛，我们站起来了以后，人就是不平衡的了。对。因为你们刚才也看嘛，不平衡嘛，前面重嘛，后面没有东西啊，脊椎后面没东西啊，所以基本上我们站起来以后，它就不是平衡的，这个直立的姿势就不是平衡的。所以小孩子是什么？小孩子是胸廓在前面，那他是重心上面在前面，他不是平衡的，因为他在走路的时候，他是有一点往前冲的样子。长大了以后，我们用什么来平衡？我们把胸椎往后移。我们把胸椎往后移，让它在前面没有那么多，所以变成胸椎往后了，来平衡它。第二个是用什么平衡？长大像我们肚子大了以后，就用这个来平衡了。这样不懂？因为我们不去平衡它的话，我们平常的站立，你就会有一点往前倾。可是这个时候，你的胸椎是直的。对，是这样的。这样不懂？那我们一般发懒，我们一般没精神了，就这样子，就变成胸椎往后了，把这个重量往后收了，听不懂？这样子变成一个习惯了。那大概在使用中都要维持这个含胸拔背，还是只要？是啊，任何时候。因为练的时候，练是一个短暂的状态。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当我们一做这个调息的时候。胸廓是不是起来了？胸椎就起来了。落下的时候，胸椎不要落，胸廓落。所以这个时候，胸椎是起来的。当我们的胸椎起来的时候，挂在脊椎上的那些脏腑，它拉起来了，它的空间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练。Kitty 有讲过一点点，他说这边的是，其实你不要以为这胸椎这边不能活动，你只要拉它可以活动。是啊，是啊。因为我们 Kitty 那一派哈，它的龙头都在这边。哦，对啊，所以我们练要让这也是关节嘛。对。这个关节也要开，一般的人这个关节他没有开。那龙头要动。或者说，我上次讲嘛，很多小孩子从小给他太早做那个学步椅。或者爬行时间不够，他一做学步椅，他的姿态成为什么？他的姿态成为这样子嘛。还有一件事情，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他要讲，你以前我们最基础的走掌不是说这边不要动，对，这边动，对啊。他说你要练这个功，你肩膀就是不能动啊。是啊，是啊，是不是？是啊。你这个都不懂吗？是啊，是啊。可是那不是跟我们的转掌是一样意思？所以小孩子这样的时候，他这个地方哦。他永远没有发育开。当我们小时候在野外跑啊、运动啊，我们强迫做深呼吸的时候，这个地方在开了，这个地方在动。对。所以他这个地方会发育开。对。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地方像里面凹陷的太多。对。凹陷太多，因为他这个地方这个关节他没有开。这个关节没开，胸廓就不会开。晓得吗？胸廓不会开，你的肺的发育就有限。好，这样不懂？所以含胸拔背就是这个，含胸拔。当你一这样子的时候，你这个一沉下去的时候，横膈膜就沉下去了嘛，小腹就实了嘛。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一系列的动作。你比较有理论了，Kitty那个比较跳动，这样有没有懂？对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晓得，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物理的或者一个运动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对。你只要看那个胸廓，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类似圆的一个东西就行了嘛。胸廓落下，后面当然起来嘛。如果后面落下，前面就浮嘛。这样不懂？对嘛？啊，那动物是什么形态？当我们四脚爬的时候，这个胸廓它是自然落
落下的，所以脊椎就有这个弹性，因为它落下以后，当它要这个起来的时候，它这个脊椎要有力量把胸廓拉起来嘛，再放掉，再拉起来，所以他们的胸椎的动作是自然的这样的动作，因为胸廓的重量在下面。我们站起来以后，这个运动方式变了，听不懂？所以原来是很自然的东西，我们站起来以后，它变了，变了以后，我们就要在这种姿态下面去使用它。或者如果我们身体是横摆的话，就有点变得像动物那种，因为我们就可能会往下。是啊，所以我们站一个式，如果我们站一个这样的式子的时候，你松掉你的胸廓自然是这样落，对，落嘛。好，你这样落了以后，就牵涉到你的胸椎要怎么摆，你的胸椎是这个样子，还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时候，当我胸椎是沉下去的，胸椎就是往前推的。那我这个力量，我一做这个力量就是往前的。所以当我做这个式的时候，我的胸椎一落，这个式子是往前的。我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的力量是收回来的，它没有出去，它是蓄着。所以当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姿势是这个样子的，到这里才放。这样不懂？所以太极拳那个按，当你做到这边按的时候，它的姿态是什么？你按的时候，你不可能是这样子的，这样子你的势没有到前面去，没有到前面去。你要按，你就是用手按。它有一个势，它这个势在哪边？它一含这个尾闾那边一收，它变成胸在这边了，胸廓的重量在这边，所以它的背从这边蓄到按出去，变成直，从往后到一沉下去，往前产生一个浪的这个力，听不懂？所以它是一个自然力，它是一个自然力，你不需要去操控它，你不需要去用什么力，你做对了，它就是它就是一个这个它就是一个这个，听不懂？所以我们人站起来以后啊，你们看人的骨骼架构，人的站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因为它上面重的上半身重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练中国国术的是什么？把这边再练大，把这边再练强，跟它做平衡。这是一个嘛，就把重心往下移，因为它重心本来是在上面嘛。我们把髋关节、把臀部这个地方、骨盆区域把它练强、练大，重心往下移，跟它做平衡。听不懂？当你有这个为根基的时候，我可以让它往前走了，我可以控制它往前走。所以当我们站立的时候，当这个区域一变一点点，这个区域变一点点，我们的重心马上变了。听不懂？所以我说有一种的移动方式是什么？你就改变这个的重心，是不是？我把这个重心，我腰一放掉，这个重心往前去，我就往前了嘛。我让这个胸廓我放掉，往这边去，往这边去，我的胸廓往这边去，你的重心就往这了嘛。基本上就是他那一派是这样做的，本来就是啊，因为它是一个可利用的结构嘛。我如果放掉后面，它往后去了，我就往后退了嘛。所以胸廓这一块啊，它是我们原来站起来以后啊，重心变高了嘛，重心变高了。当我移动上面的重心的时候，我的身体自然会有不一样方向的活动。哦，太极拳
但感觉上它这边一动哦，不像龙一样，它这边整条筋会一条这样子顺着这样带，然后你就会最后可以移动脚。是啊，像一只真的是一只龙。是啊，对啊。这样没懂？这样懂了哈。所以它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所有的只要是练身体的东西，都离不开身体的合理的使用。而身体的使用都离不开什么？都离不开骨骼、关节的位置，不可能脱离这个。那种可以练到自我脱臼的那个除外，那种练缩骨的那种除外。啊，只要是正常的。所有的活动运动的合理方式都离不开这个骨骼架构跟关节的角度没有玄虚的。